下面来回复几个就是 CP 粉在评论区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啊。首先他们提到过二人互相参加什么活动这个说法。王和杨紫参加的是什么活动我不太清楚啊。但是肖战的那一场活动大家现在都可以去搜节目单啊，是黄轩和宋茜参加的是风起洛阳的，然后宋轶和郭麒麟参加的是赘婿，肖战是代表个人去参加的那个节目，然后节目单上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敢说杨紫和王的那个活动的话，不管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还是不是一起的，都一定不会提到余生这两个字吧。那我相信很多 CP 粉他是工作过的，我觉得其实很好去讲清楚这个事情。你们工作过的人应该知道啊，筹备一个活动它并不是说我要 A 艺人出来 A 艺人就可以马上出来，然后 A 艺人突然想说来不了就来不了，然后马上就可以换 B 艺人了。我觉得工作过的应该很有数吧，这个活动的筹备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应该不是说你说换就换那么简单的事情的。那我们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活动的整个流程吧。首先呢，他一场活动要请什么样的艺人，他会有一个前期的策划。策划的时候，他首先要明确活动的需求，确定活动的目标，比如说它是公益宣传，品牌曝光、剧宣之类的商业销售等等，然后再通过这个目标再来确定艺人的类型。我相信做过牛马的都知道啊，这个都一般是下面的人去讨论的，是很多人一起去讨论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人说决定就决定的事情。然后在确定艺人类型以后，还要制定预算范围，然后向自己的公司去申报审批，对不对？然后后面呢，艺人的筛选也需要一些背景的审查呀之类的。到这一步已经确定好艺人了以后，才有后面的意向沟通和商务谈判。到意向沟通和商务谈判这一步，才可以开始正式的发送邀请函。邀请函内容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形式和初步的合作需求，比如说是演出、是站台还是之类的。然后再到后面深度谈判核心条款，比如演出费用、权益清单。然后到最后合同签订。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一定是跟你想要谈拢的这个艺人本人签订吧，他不可能和其他人签订。在这个合同里面，他会有不可抗力的分责机制，有肖像权的使用，有违约的赔偿，如果艺人去不了了，他要怎么赔偿，然后有保险责任，这个保险是买给这个艺人的，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说你说替代就替代呢？他中间要换的话，需要过多少繁琐的过程？然后再到后面是执行筹备阶段，成立艺人专属的工作组，然后会报批一些合规的手续。我查到的是说公开的话，它需要向文化部门报批安全预案报备这些的。但是非公开活动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繁琐，但是它整个过程它都是一个需要合规合化的过程，不是说你们说啊 A 艺人不能去，我就换成 B 艺人就好了，像过家家一样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于真夫妻都没有这样搞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编出这种东西来。真夫妻他也是有合同的，也是需要说我明确请的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怎么可能说换了就换了呢？而且像你们说的，他是代表剧组去的话，那他是最早跟剧谈的，跟剧组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剧组有可能去邀请到一个完全跟这个剧无关的艺人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不可能说他们在合约里面条款会写明A 艺人去不了，那就让 B 艺人和这个剧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去吧。无论说是上面下达给这个剧的一个要求，还是剧想要出于剧宣的方面的考虑去申报这个活动，他都不可能找一个跟剧无关的人来替换自己的艺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而且一般这些活动他还要支付定金，据我所知的是通常 30% 到 50%， 到后面结算尾款，然后整个过程他都得走对公账户。那我想请问这些东西，我相信工作过的牛马都知道，这个是不可能说是我临时说换就换的东西吧。这种东西它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去向艺人谈妥，就是谁呢跟艺人协调档期这些，他们到提前1个月提前2个月的事情，都不是说大家说我现在决定马上换，他临时来不了马上就换。如果说真的有艺人临时来不了，他们首先要确认违约，然后
解除原先，也不是解除，就是原先这个合同的责任完全弄完了，然后再签一个新的合同，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它不是说换就换的一个流程。就像我刚才说活动的那个事情一样，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就是找代言也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这个品牌的这个公司它都会从最基层的下面，从制定，从策划到整个过程到那写报告什么的，难道不是说领导说我要这个艺人带，马上就是这个艺人带，另外一个人说我马上要换成 B， 马上就变成 B 艺人来代言了，这不可能，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而且艺人本身他还有团体，他还有公司，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 CP 粉说对方那段时间活得像个微商一样，然后甚至接了一些不好的代言，都是为了肖战。当然我要先说一下，我并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有接不好的代言，我就针对 CP 粉这个言论进行一下反驳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我们为什么非要澄清这些事情，就连这些事情都要扣在他的身上吗？他肖战从出道到现在从来没有接过不好的代言了，他说是20年他只剩下5个代言了，他依旧是会对自己的粉丝负责的。每一个艺人在接代言的时候都应该知道，他的粉丝基本上都是会无条件支持他，哪怕选择一些不那么好的代言粉丝也会去支持的。所以说艺人你接代言，你应该对自己的粉丝负责，这个就算你真的是拿爱情去说了真的是为了爱人怎么样的，它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更何况你们还是将这个事情这相当于栽在了肖战身上。肖战他是从始至终，哪怕只剩5个代言，哪怕当时那个困境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属于说他是走到绝路的一个状态，他都没有去接一个，只剩5个代言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去接一个很不好的代言。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心里应该走出那个 CP 滤镜，走出那个 CP 脑，去看一下真实的情况。那么来说一下第二个洗脑包，就是说为什么肖战不把他的这个 CP 超话给端掉。首先这个平台的功能和规则有一定的限制，技术性不可关闭，在微博超话社区的设计中，普通用户及艺人都无法自主关闭超话的入口。超话创建后仅支持主持人屏蔽内容，申请合并或者官方的强制关闭，艺人是没有办法通过个人操作直接注销或者删除的。经典案例包括王清工作室说明其曾用名关联的王子成超话因艺人退圈且更名，但如今仍无法关闭。那官方关闭的条件非常的严苛，目前微博官方仅受理两类关闭申请的类型：一、违法或者严重违规，如涉黄、涉暴、政治敏感内容等等。那这个的话我相信最近大家也有看到博俊霄的那个官方的管理团队已经发出来那个截图，就是涉及了太多不健康的东西，然后要求主持人好好管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说的这些东西这里都是有体现的。然后还有一种关闭原因是大规模的社会负面事件，这个就不用说了就直接跟大家解释到这里。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说确实有看到一些 CP 超话被炸掉，不管是不是肖战还是其他人的。那我想说的是，首先联系官方去炸超话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得利者是谁，这个你们要清楚。那我们退一步说，当初几乎都攻击到他的家人了，肖战最应该炸的难道不是227超话吗？他如果真的有端掉超话的能力，他第一个端的不应该是 CP 超话吧，对吧？你们都知道他没有端掉超话的能力，然后你们一而再而三的问为什么不端，为什么不端，为什么端，他怎么端？你告诉我他怎么端？别人有背景可以炸超话，别人可以怎么样，别人有公司可以去协调，他又没有这些背景，你去拿这个事情来绑架他是不合理的吧？那还有一些人要说了，他说你端不了超话，你可以直接公开说嘛，你讨厌谁。首先从他进入内娱到现在，他是非常体面的一个人，你没有在任何公开平台听到过他讲任何一个人的不好的话，包括他的工作人员。有些艺人的工作人员抨击艺人这个事情我们不连做吧，但是你也知道他肖战这边是非常体面的，他没有去跟任何一个人就是撕破脸，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体面的事情，不是说
他不这样子做，就证明他们俩关系就是好的。而且其实就算说真的去说什么，我觉得也是徒劳无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内娱他有一些艺人是直接撕破脸了，然后有一方单独出来说了另外一方怎么害了自己，大家看这些人信了吗？其实就是到了这一步都没有相信。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做徒劳无功，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说这些话也不是说给那种到了就是甚至可能有些艺人撕破脸了，他们都是会说我还是要磕这对 CP 的。我话当然不是说给这些人听的，我说给都是真心喜欢肖战的人听的，愿意去思考的人听的。那最后再辟谣一些其他的糖点那些人说的肖战主动的糖点基本上都是荣图糖，然后一些什么活动上看了一眼或者怎么样了的那种糖。我觉得这种糖完全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当然就更不要说什么探班的背影，一个背影一个口罩男，然后就说这个是了。这个我觉得完全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说那个背影口罩的那个人是我，你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不是吗？那关于荣图堂呢，我觉得只要追过几对 CP 的那种人，我因为在喜欢肖战以前，其实我是追了很多内娱的就是艺人，然后包括追过欧美圈这些的，所以我还比较清楚，只要是磕荣图堂基本上都是硬糖。我就打个比方说吧，我今天拍了一个月亮，明天就可以被说成一个人眼睛里面的高光，但是都是圆的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不是吧，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我今天拍了一个冰箱，然后第二天别人就可以说那个某一个艺人的照片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是他 P 了一个我的冰箱进去。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不是吧？你要怎么告诉我这个不是呢？其实我觉得当然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去测这些东西，但是我不介意大家去找专业的 P 图的鉴定者呀，声纹鉴定的人来测一下是不是说你们是经常会说一个很像的一个东西就一定是，比如说融进去的呀 P 进去的呀，肯定不是。我支持一切声纹鉴定或者 P 图鉴定，只要你们舍得花这个钱你们就去做。我非常笃定一定不是对方的声音，或者就是整个图里面一定没有对方说的那些东西。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它一定不是 P 的，P 图也做不到那么好，所以说大家心里大概明白就知道了当然会有一些人说那对方怎么样，对方后面出的这个东西包含了前面那个人的什么东西。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无论对方是刻意还是非刻意，对方如果是刻意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对方如果是不是刻意的，也是被刻意的去解读了呢，那这个东西应该是对方的伪粉去澄清，就跟我们没有关，不应该是由我来澄清了，对吧？你们问这些是没有用的我没有义务去为对方澄清这些东西。那关于什么荣图堂呀，什么活动堂呀，这些基本上我觉得那个一颗小虎头那个博主的总结是比较全的，然后他封面也写清楚了哪些糖点，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包括还有人说什么艺人穿同款什么的，极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品牌的赞助，品牌甚至当天就在他的微博认领了。其他的有一些什么首饰戒指这些，我觉得真的不能算是一个什么糖点，因为其实包括艺人和他的团队，他的工作人员都有穿同款的时候，都有戴同款项链，穿同款衣服，有的就直接就是品牌一口气不仅给艺人送了，也给工作人员送了。那如果他和他的团队都可以戴同款，和其他艺人也戴着同款，是不是通通都说明他们之间有关系了？这个其实非常没有说服力视频的最后呢，还是想说，作为一个演员的粉丝，我们当然心里是有数的，就是站他每一次出大爆剧首先爆出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就是本人和本人的角色嘛。但是只要是大爆剧，基本上还是会有很多观众，他就是会很喜欢剧中人物和人物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我们很多伪粉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是说实话，
哪有那么多剧里面的你觉得有化学反应的角色，到剧外他就是真 CP 什么的，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而且为什么说我们一直都在澄清这一对，就是因为这一对他的一些解读已经算是达到贬低比较恶意的情况了。比如说说戴维赔偿违约金这个事情，首先他第一点他就要踩中战士是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赔偿违约金的，就是首先得证明他本人出了问题需要赔偿违约金，才能再换一个角度忽略法律忽略合同意义上来说，去说对方救赎了他，对方去赔了这个违约金。这个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贬一方的科，我觉得是我们唯粉最不能接受的点。而且说实话吧，战战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们唯粉并不是说不知道他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解读，但是首先还是这句话，不爱他的人要怎么解读他，我们是管不到的，但是我们希望把声音传达到那些真心喜欢他的人这边。他是一个有自己人格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独立、强大、坚强、善良的好人。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看到的解读是对他不那么友好的，我希望你们及时能够明白过来，对方是恶意的。那就算你忍不住说我因为剧里面的人和人之间的化学反应，然后你迁移到现实当中来，我也希望说你明白你自己解读的这些东西只是你自己用于让你自己开心的一些解读，而并不是真实的。如果你非得把它往真实那边想，你只去相信艺人本人说的话，只去相信艺人的团队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说去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人的解读那边去轻易的就去相信。如果有些东西你实在是想去相信，你也多去查证一番，多去考虑一下对你喜欢的这个人的影响。还有很多人啊，经常就会觉得说有一方会为我们发糖，所以这个艺人对我们 CP 粉很好，所以说我们要喜欢他。且不说这个本身是一种集体荣誉感在作祟，你把自己归类于一个集体了。更其次的是，如果说这对 CP 本身就是假的，还有一个人在不断的频繁的发糖，而且你要注意他发的是哪种糖，他是公开为另外一个艺人说过话，还是公开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还是说只是说商务上的代言上的踩点，还是说只是某一个代言上面有一个杯子特别像另外一个艺人的同款，或者像另外一个艺人的形象，所以说你们就觉得他是在宠爱你们 CP 粉了，还是希望利用你们 CP 粉为他花钱呢？我觉得你们得分得清楚对 CP 粉好和利用 CP 粉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吧。那前面所有的糖点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其实是不想一直去跟别人吵架的。有些东西你想得清楚就想，想不清楚你还想磕，你只想磕，那你就去磕。我不是来说服每个 CP 粉清醒的，我是把这些话说给真心喜欢肖战和因为肖战入坑的那些人来听的。我感觉我真的是澄清的差不多了，可能后续我是没有什么别的要发的了。大家也不用说关注我什么的，可以尽情的取关。我如果不做澄清的话，后续是不会再更新任何东西了。